甄嬛为什么能顺利回宫？除了甄嬛靠槿汐联合苏培盛出老千，其中还少不了皇后的一波助力。这期咱们就来唠唠甄嬛回宫的那些事儿。第一点，4个人打牌，3个人出老千。甄嬛决心回宫时，槿汐帮忙联络了苏培盛。苏培盛为了能和自己的女神搭伙过日子，揽下了这项业务。为了能让甄嬛一举拿下皇上，苏培盛向皇上提议2月2这天出去祈福，地点甘露寺，目的为甄嬛和皇上创造见面机会。皇上一听甘露寺这3个字，心里很开心，表面却表现得十分不情愿。奴才知道甘露寺有皇上不想见的人，反正咱们只是到那儿去敬香嘛，又不见他，再加上如今出宫，正好可以为太后的病情祈福，更显得诚意些。皇上顺着苏培盛给出的台阶，假装勉强同意了2月2前往甘露寺。苏培盛瞧着日子敲定了，翘班赶去甘露寺给甄嬛送新衣服，希望甄嬛盛装打扮，福祸圣心。结果甄嬛心里早就有了主意，既然皇上在宫里见惯了形形色色的美人，倒不如来场制服诱惑。肃静淡雅的俏尼姑，谁能扛得住啊？所以2月2这天，甄嬛依旧穿着道袍，直到皇上的仪仗声响起，甄嬛才走到禅房，跪在地上念经诵佛。槿汐掐着时间点，听到皇上打开了禅门，槿汐假装关心甄嬛昨晚的睡眠质量，目的皇上您瞧，娘子昨夜忧思又没睡好。目的达到后，槿汐假装不经意看到皇上，急忙提醒甄嬛，皇上来了，皇上真的来了。甄嬛明知皇上今天的行程，却还要把戏做足，假装不知情。皇上怎么会来这儿？娘子，真的是皇上，奴婢没有骗你。高，实在是高啊！皇上瞧着甄嬛楚楚可怜的模样，心立马软了下来，忍不住询问，怎么憔悴成这样了呢？甄嬛迟迟未答，苏培盛出了王炸。奴才也是头一回跟着皇上到这儿来，怎么会知道莫愁师太婉嫔还病着呢？怎么着，感情签合同送衣服您没来？4个人的牌局遇上了3个人出老千，只能说这局皇上不输不行。第二点，皇上疯了。皇上把甄嬛拥进禅房后，槿汐感到震惊，没想到事情这么顺利。可苏培盛却把皇上的心里摸透了，两下里都是有情的，这不是一拍即合吗？请好吧。走吧。表面上苏培盛看到的是郎有情妾有意，却不知甄嬛所做的只是一场戏，但从中可知皇上对甄嬛确实放不下，所以甘露寺一别，皇上时刻惦记着甄嬛，不仅打着为太后祈福的借口，每个月到甘露寺再到凌云峰私会甄嬛，还绞尽脑汁想办法迎甄嬛回宫。直到呼伦贝尔大草原盖过皇上的整个脑袋，皇上灵光一闪，向太后开了口：皇阿娘，婉嫔怀的是皇家子嗣，总不能让她在荒山野地里晾着，理应接回宫静养才是。如何迎回，何时迎回？你是皇帝，你做主便是了。子嗣确实是皇家的，但不是你4大爷的，你非要接太后也是允许的。毕竟一开场太后提出选秀也是为了子嗣，有了太后的点头，似乎一切都好办起来了。皇上开始琢磨该用什么方式迎甄嬛回宫，皇后心里巴不得甄嬛永不回宫，表面上还要装出一副替皇上着想的模样。皇上若要赏甄氏脸面，要赐姓，可以在甄姓的后面加一家字，抬为甄家氏即可呀。对于迎甄嬛回宫，朝臣会怎么样议论这回事儿，皇上心里早就有了自己的盘算。就当嬛嬛是生了4阿哥才离宫为国祈福，这样便不算是废妃。年龄的事更是小事，就是添上10岁，称作32岁又有何妨？皇后听着皇上滴水不漏的计划，心里忍不住暗道：疯了，这个男人彻底疯了。皇上为了迎甄嬛回宫，又是送儿子，又是赐大姓，又是改年龄，皇上这么做摆明了必须迎甄嬛回宫。
第3点，皇后额外送了一波助力。皇后为了扶持3旦坐上太子之位，派人悄悄在4旦的饮食中下了毒，却不料4旦一心扑在血液上，不仅没有喝，还当场赐给了嬷嬷。结果嬷嬷喝下绿豆汤，当场嗝屁。4旦吓得跑出去时，恰好撞见了梅姐姐。梅姐姐得知4旦被害，立即带她去找太后。太后，四阿哥的嬷嬷误食了四阿哥的绿豆汤，当场毒发身亡。宜修，你疯了！这么大的胎你也敢打？太后心里清楚，这件事和皇后脱不了关系。如今宫中皇后独大，没有人与之抗衡。为了能让3旦坐上太子之位，皇后不惜谋害3旦的竞争对手。照这种情况下去，皇家子嗣早晚凋零。所以太后决定同意甄嬛回宫。4阿哥差点被人毒害，吓得他一直不敢回宫，只能住在哀家宫里，由哀家看护。若是婉嫔的孩子再有什么差错，哀家和皇帝容不得他。正是因为有了太后的点头，皇上才敢明目张胆地张罗起甄嬛的事。可见甄嬛回宫还有一波皇后的助力。《甄嬛传》中圣贝勒为什么会出现在滴血验亲这场大戏？这背后是为了追玉娆，捞自己未来的大姨，还是有某位大佬在暗中秘密受了旨意？这期咱们就来唠唠圣贝勒为什么闯入景仁宫。首先，在这场安琪拉 vs 甄端静的大戏开场前，圣贝勒登场时正好碰到了出宫搬救兵的玉娆，因为这时玉娆急事在身，所以玉娆也就没有和圣贝勒多说什么。可见此时的圣贝勒还不知道宫中发生了大事，所以当圣贝勒闯入景仁宫时，咱们仔细听他是这么对皇上说的：皇兄恕罪，臣弟进宫向太后请安，结果各宫各院寂静一片，唯皇嫂这里热热闹闹，就想过来一看究竟。可见圣贝勒进宫的初衷是看望太后。如果说圣贝勒对玉娆一见钟情，那么很可能在看望太后这个过程中，圣贝勒会向太后打听点什么，而太后不仅对圣贝勒说了，还授意他去救场。不然圣贝勒为什么不在下药前出宫，反倒还发现各宫各院一片寂静？难道说圣贝勒还挨家挨户都串了门？很明显这是不可能的。毕竟嫔妃的寝宫，王爷是不能乱逛的。为什么说王爷不能乱逛嫔妃的寝宫呢？咱们把剧情往前推，来看华妃罚跪甄嬛这段。果郡王为救甄嬛，擅自进入华妃的翊坤宫。在这里，咱们重点听听华妃是这么说的：站住！你要带婉嫔到哪儿去？你不知道私闯内宫乃是死罪吗？可见王爷没有传诏是不能随便入宫的，除此之外更是不能擅自进入嫔妃的宫殿。果郡王只是进到了翊坤宫的庭院就被指责，还差点被华妃给定了个死罪，更别说圣贝勒还是无诏闯进了景仁宫，并且圣贝勒还理直气壮说自己原本是偷听，更是毫不避讳地说自己挨个儿串门。圣贝勒敢这么说，难道连命都不要了吗？很明显，圣贝勒背后的靠山是太后，不然景仁宫的侍卫也不敢放圣贝勒进去，毕竟皇上还在里面处理见不得人的事儿。其次，圣贝勒说明了自己来意之后，直接说自己相信甄嬛没有私通，并且还在瓜六反驳自己的时候，圣贝勒想都没想就对瓜六进行人身攻击。只瞧熹贵妃身量纤纤，便可知她辛苦；倒是祺贵人珠圆玉润，可知是享清福的人。先不说随意评价嫔妃这一点得罪了皇上，单说圣贝勒一再劝皇上相信甄嬛这点，就让人觉得事情肯定不简单。圣贝勒为什么要劝皇上相信甄嬛呢？难道真的是想卖玉娆一个人情，救自己未来的大姨？答案是否定的。圣贝勒这么做依旧是太后授意的。虽然在这一场大戏中太后没有露面，但是太后作为上一届宫斗冠军，宫里多多少少都会不有她的眼线。也正是因为这些眼线能让太后不出门就知道各宫发生的事儿，所以当太后听到皇后党找了几个证人要告发甄嬛和温实初私通的消息时，太后一眼就看穿了整场戏码。这场大戏进行下去只会有两种结果，一是皇后陷害成功，甄嬛倒了，从今以后就没有人能够制衡皇后了；二是皇后陷害甄嬛失败，
从此皇后被处置，甄嬛一树独大。这2种结果都不是太后想看到的，所以太后才会趁圣贝勒来请安时，特意授意圣贝勒去景仁宫劝皇上，为的就是让这场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圣贝勒一登场便直接说自己已经知道这桩丑事了，偷听也就算了，还直言不讳地说出来。难道圣贝勒不知道皇上爱面子疑心重？显然圣贝勒是清楚皇上的为人的，同时也是因为太后知道皇上爱面子，所以只要皇上口中的外人一到场，这场大戏很可能就要忙不迭的散会了。因此圣贝勒才敢不顾皇上面子的说，我已经知道了这桩不宜外扬的皇宫秘闻。因为圣贝勒进宫的目的是去给太后请安的，言外之意就是我来这儿也是太后让我来的，我所说的话也是替太后传达的。所以皇上听懂了圣贝勒的言外之意后，就打起了官腔，想着快速解决，和平散会。只可惜安琪拉组合不肯罢休，不然很可能因为圣贝勒的登场就收场了，也不至于闹到最后安琪拉组合落败，瓜六被处罚，皇后也被收走了管家权，让原本处于下风的贞端敬组合独大。只能说苦了太后的一番心思，安排圣贝勒出场也不能挽救这个局面。